汤，拿着枪。一会儿如果遇到警察，我先应付着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开枪。知道了。你想没想过，一旦这次行动失败了，你的报社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？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唐先生安全地送出去，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怎么突然多了一个检查站？老李，向左转。刚过去的是不是邮政运输车？是。租界里不是有规定，所有的邮政车必须在11点统一进库吗？是。快去，告诉渡边科长，这里有情况。是。喂。报告，前野军在法租界发现了可疑车辆。有什么问题？那辆车一见到我们就一个急转弯拐走了，而且是在这个时间不应该执行任务的邮政车。截住他了吗？没有，等我们反应过来，已经找不到了。前野军，请您马上过去。人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你觉得他们会走哪条路？如果景堂在车上的话，一定会走海河路。他知道那边有一条小路可以出租界。快！怎么开的？下车！哦，冯老板。哎呦，渡边先生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你这么晚还出来啊？去哪里找乐子呀？哦，正准备去 Charles 那边，他今天晚上有个 party， 本来就来不及了，真没想到在这儿又碰到你了。对了，要不要一块儿去啊？我们还可以摸上几拳。原来你今天晚上去参加查尔斯的 party。哎呦，打了好几通电话来了，不去还不行呢。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请啊。好。对了，今天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法租界里出了一点事情，所以呢，这一带都是我的人。哦。如果让你们感到不方便的话，我先说一声抱歉。哎呦，这多谢渡边先生用心了。啊，先走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渡边的话说得很清楚，他今天派了那么多人出来，就是为了劫人的。按计划走吧，我们一定要先找到唐总店。不得已的时候，和渡边硬拼吧。走吧。嗯。科长，这辆车呢？有没有在别的地方发现？还没有任何消息。但是我已经派人守住了各个关卡。守住关卡有什么用？这辆车这么晚还没有进库，绝对有问题。这样，你们进入租界，就给我拦住这辆车，如果不停就开枪。嗨！
跟我来。上。前面到了海格路，我知道一条小路可以出租界。到了海格路以后怎么走？师傅，你就一直开着，顺着这条道走。太好了，这次应该可以出去了。但愿如此。不好，有埋伏！掉头！警察们，进攻！快！快追！快！快追！枪一响，巡捕房的人肯定要出来，趁大部队没出来之前，老李，先到印刷仓库避一避。老板，刚才那枪声怎么回事？据说是一辆运货车要闯关，跟日本人这边开了火，打死了一个日本宪兵。那辆车又掉头回法租界里面去了。这么说，车上人应该没事儿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报社附近人撤了没？没有。好，继续监视，记住，现在要特别小心。渡边也说了，今晚附近这边都是他的人，要引我们行动，让他怀疑到时代报社。是。照今晚的形势看来，他们一定出不了租界。老板，我在想，景堂自己会不会冒险把唐宗年带出来？我估计景堂一个人的话，还有可能带了一个唐宗年，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，他不会冒这个险的。但我觉得奇怪了，怎么会选择今天呢？一定是韩东林发现我们在观察他，引起了他的不安。他今天在我们的人手里买了一包烟。让他们都小心点，都怎么办事的？嗯，知道了。开吃吧。来了。谭先生，下车吧。好。唐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慢点，来。慢点来。唐先生。坐下吧。租界肯定是出不去了，你们先留在这里，这里很安全。亚楠，哎，你负责照顾他们。主编，在这里不能是长久之计啊。这个我知道。我先去处理一下车的事儿，这个车一定会有人查的。我想，明天他们肯定会排查整个租界的报社，所以我必须要出现在报社。主编，你放心，有我在。好，唐先生，非常抱歉让您受惊了。东林兄啊，眼下的情况大家都清楚，东林兄费心了。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这个问题。你先在这里委屈一下，一有机会，我马上把你送出去。好，东林兄费心。再见。主编小心啊！别的关卡那里还有没有消息？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他们会不会发现被我们堵截，改变了这次行动？法租界里的情况呢？还在查那辆车，但是没有什么新发现。
这样吧，你们继续在这里盯着，继续派人进法租界找那辆车。明天我会去一次工董局，毕竟我们死了一个人，我会利用这一点，要求他们配合我们的调查。嗨。怎么，害怕了？你说，咱们能出得去吗？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，你不还好好活着吗？这是你的造化。借你的吉言，但愿如此啊。其实我本不该这么做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之所以这么做，不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，只是我接到了不杀你的命令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出卖情报来换取性命的汉奸。年少气盛，小兄弟，你别跟我称兄道弟的，别忘了自己过去的身份。好，叶先生。不管你认为我是真心抗日，还是一心保命，我和东林兄有约在先。只要能让我安全上船，到达香港之后，我定会把我手上的情报交给他。当年家兄唐宗武就是这样做的。那好，那我也跟你做一笔交易。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你有军统内部变节人员的名单，我把你安全护送出上海，你把名单给我。没问题。只要我平安无事，离开上海之前，我会告诉你那份名单藏在哪里。是我。马编辑，韩主编怎么样？已经回去了，他让我给你们送点吃的来。那邮政车的问题解决了吗？已经解决了，问题不大。哦，我去找会唐先生。好，辛苦你了，都拿进去吧。马编辑，他就这个性格，他不是针对你，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，这次麻烦你们了。你们能想到把我从报社转到这儿来，没把我扔下，证明你们没有把我当外人。其实，韩主编私底下跟我说起过你。他说，你是一个传奇人物，是个抗战精英。虽然你一直在追杀唐宗年，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你也是在执行你自己的任务，也是在抗日。所以在医院里，周边，他只是让我限制你的行动，不要让我伤害到你。这次解救唐宗年的任务也多亏有了你，谢谢。没什么，毕竟你们也救过我，而且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。你回去休息吧，我来守夜。你身上有伤，这里交给我没问题的。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，这点伤不算什么。唐宗年也需要人照顾，而且我也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那好，辛苦你了，注意伤口。
老板，找到景堂没有？没有任何消息。我现在又派人回报室继续盯着了。还有什么发现吗？那个韩东林回到了报社，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难道唐仲年已经被送出去了？如果唐仲年被送走的话，景堂至少也应该回来汇报一下。渡边那有什么动静没有？渡边今天早上去了工董局的警务处，看来是要有大动作了。那就说明啊，他们还没有发现景堂和唐仲年。为什么？他们一定是想借着昨天晚上枪击事件进入法租界调查。你想想看啊，他们如果已经得到景堂和唐仲年，就不用那么做了。啊，那老徐现在还在报社盯着吗？是，我是回来接宇飞去教会的。辛苦了。老板，还有事吗？渡边昨天去找过宇飞。德胜哥，我不是不让你说的吗？渡边都跟你说些什么？他就是问唐仲年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非说是我跟亚楠合作，让唐仲年炸死。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德胜，你先去忙你的。好。他今天不去教堂了。爸，我去教堂有什么关系？我把该说的都跟渡边说了，他不会再找我第二次了。你太天真了你！你知道你妈怎么会被日本人给害死的吗？就是因为爸太轻视敌人而付出的代价。那些人都是豺狼虎豹哎！豺狼虎豹他不会顾及一只羊的想法，渴了他就喝血，饿了他就吃肉，疯了他就乱咬人呢。这不是你所能知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几天你就乖乖待在家里，教会别去了，好吗？宇飞，今天就别出门了，听老板的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为什么日本人一直盯着我们家的人不放？还不是你自己要去做那个什么唐仲年的主治医师？我叫你不要去，你非要去；叫你乖乖待在家里，你不听话。好了，现在人家渡边找麻烦找到家里面来了，这是你自己闯的祸。爸跟你说抱歉，好吧？对不起，爸以后不会对你大声说话了啊。爸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些日本人做事是不择手段的，狠啊！渡边他今天虽然没对你怎么样，但你敢保证他下一步不会对你怎么样吗？如果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再后悔就来不及了，知道吗？爸。那天景堂哥也在医院里，渡边来找你，是不是因为他？渡边知不知道你和景堂哥之间的关系？没有，他不知道。那你有没有派人去找景堂哥？有。那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呢？你问德胜，他每天都在干什么？除了送你去教堂之外，他就在找景堂。是啊，宇飞，我一直都在找景堂。景堂发生这事儿，你以为爸不心急吗？好，这事爸来处理，好不好？德胜，送宇飞回房间，今天就不要出去了。爸，听话，啊，去。伤口又疼了。该死的日本人！
你现在觉得给日本人当汉奸后悔了吧？其实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。帮着日本人残害自己的同胞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可到头来呢，日本人却送你一颗子弹，你不觉得这很荒谬，自己很可怜吗？叶先生，在儒者心中，曲线救国和求荣卖国，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。汉奸理论，有些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汉奸，谁想做汉奸？可毕竟国势衰微，仅凭一腔热血以卵击石，那势必会将民众推入更深的灾难之中。自欺欺人。说的没错，现在看来，是自欺欺人呐。哎呀，一会儿被人杀，一会儿又被人绑，我现在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那是因为你之前做的坏事太多了，上天给你的惩罚。老弟，能不能给我交个底？就算我哪天真死了，也让我死个明白。你到底是来保唐毛的，还是来杀唐毛的？这个我说不好，杀你还是保你，要看上面下什么样的命令。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不想跟你这种人扯上任何关系。不过你应该觉得庆幸，我要杀的人，没谁可以和我面对面说这么多的话。你是第一个。那你这次为什么会失手呢？哎呀，说不定，是军统里面又出了内鬼啊！其实，军统内部有很多双重间谍。你要知道，在敌占区做情报工作没那么容易。重庆方面也不是不知道这样的情况，无奈他们和我一样，也是身不由己。你是搞行动的，你们玩的是命。你要知道，搞情报的是拿着情报换命。听说你给韩东林的情报是有关日军下一步行动的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我只能告诉你，这份情报关系到整个正面战场的局势，这也是日本人为什么要杀我的原因。那日本人什么时候开始行动？我说过，我不相信任何人，更何况这是我和韩东林之间的交易。老弟，我很佩服你的胆量，也很欣赏你的能力。我真心希望你能和韩主编携手合作，你们互有优势。如果你们能联手，说不定能做出一些漂亮的事情来。你不是想跟我做交易吗？可以，前提是你必须让我安全地离开上海。想在我这儿换命？不单是换命啊！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毕竟我是一个罪人。送你离开上海不难，难的是让我相信你这样的人会真心赎罪。主编，小马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昨天深夜有好几家报社遭窃了，也有人在我们报社附近活动。我看到了，那些人应该是日本人，因为那辆邮政车，所以他们把注意力全转移到了各个报社。还有，特高科的人今天一大早去了巡捕房。昨天夜里
租界里死了一个日本兵，他们一定会以这个为借口来插手这件事情。我担心的也是这个。印刷仓库那儿情况怎么样？很安全，我在那里加派了人手，亚楠也在那边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你告诉叶锦堂和亚楠，特高科的人一定会要求巡捕房的人配合他们彻底查租界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擅自行动。明白。主编，主编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巡捕房的人来了，怎么办？把他们请到我办公室来。是。进来。请问是韩东林韩主编吗？哎，是我。二位有什么事吗？好，有一件事，希望你能配合调查。没问题。二位请坐，咱慢慢谈。好，不必了，请你跟我们到巡捕房去一趟，我们过去再谈。那好，请二位稍等，我收拾一下。好。收拾一下这里，通知所有人撤离，这个据点不要了。好。把所有的重要文件全部转移到印刷仓库去，动作快点！什么？主编被巡捕房的人带走了？啊，日本人正在调查租界里所有的报社，凡是日发行量在2万份以上的，当日的主管都得到巡捕房去报道。糟了，在公妓院的时候，钱也见过主编，他一定会遇到麻烦的。那么多人，不可能钱也一个人查吧？但愿他们不要碰上。不行，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。马边界，我们报社的主要文件都撤出来了吗？都撤出来了。好，通知大家随时准备撤离。还有，你一定要多带点人去巡捕房那里，一定要注意主编的安全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通知我们仓库周围的人员，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马上汇报。好。你们报社的据点算是废了，不能再回去了。韩主编在打算转移唐宗年的时候，就已经做好准备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主编的安全，他的身份有可能已经暴露了。有什么我可以做的，尽管说。进来吧。您在这儿等着。好。老韩，杜主编，你怎么也来了？租界里头凡是印刷量大的报社主编，都带到这儿来了。刚走了一大批，昨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但这和我们报社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些要闯租界检查站的人，开的是咱们租界报社统一的运货车。谁是杜主编？哎，我，跟我来。哎，老韩，我先过去啊，有时间咱们再聊啊。好。
文化人，头一回来这儿吧？是的。哦，我是这儿的副督察，姓许。哦，许督察。哎呀，我说那些日本人呐，什么特高课呀？哪点高了？把你们这些文化人弄这儿来调查，脑子进水了？有病啊！真有意思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些耍笔杆子的人，拿什么去杀那些宪兵啊？打死我也不信呐！许督察说的是，可日本人既然开了口，那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有办法了。想早点脱身，可以找我。许督察的意思是，一会儿我就去查你们报社。这怎么说呢？你说，全法租界的报社里有一家是干净的吗？我不信，你也不信。韩主编明白我的意思。这查报社是一门学问啊，你说，想能查出点什么事儿吗？他就真能查出来。你要说查不出来吧，哎，这太简单了，两眼一闭，整个世界都能变没了。那许督察受累了。韩主编太讲究了，真是太讲究了，太讲究了。哎，好好好。老韩，我先回去了啊，有时间到我那儿喝酒去。韩东林是吧？对。来，进来一下。我先去了。我是南京的特派员，你们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吧？韩主编是吧？对，是我。请坐。韩主编，昨天晚上你们去了哪里？昨天晚上我被劫持了。被谁劫持了？不清楚。当时一把枪顶在我的后脑勺上，我不敢回头看。但是听口音，不像是本地人。在哪被劫持的？在一家印刷厂的外面，我正准备回报社，没想到还没上车，就被他们劫持了。那你们去了哪里？当时他们只要求我先把他们带出租界。你们去过海格路那里？对，在海格路那里还碰见你们的人了。是谁先开的枪？不清楚，但是我听得出来，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有哮喘病，喘得很厉害。开枪之后，你们又去了哪里？开枪之后，开枪之后，他们让我开车从小路走，然后到了徐家汇路那里，我们就下车了。他们把车推到河里，然后就上了一条小船走了。他们给车换了颜色？这个我不清楚。我是被他们先押上船的。他们什么时候把你放走的？到了河对岸以后，他们就放我回来了。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杀你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也以为我没命了，没想到他们会放我回来。你报警了吗？报了。小东门巡捕房报的案。韩主编，因为你是事件的当事人之一，所以有些情况我必须马上汇报一下，请你在这里稍坐一会儿。好。
怎么样？好，正在查找。长官，我们主编是不是还在你们那里啊？啊？问我呢？啊，是。我只是来负责调查的，不是很清楚。许督察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。长官，这是我们主编的办公室。主编的办公室怎么了？主编的办公室更要搜。进来，进来。哎，搜，仔细点搜。是啊。长官。长官，这钢笔是我们韩主编的，是工总局出版处把瑞尔先生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得带回去检查检查。长官，好啊，好邮票啊！啊，大东版三角票，我正想收点呢。哎呀，我说，你们主编也算是个有学问的人。怎么这么不精细呀？啊，这么好的邮票就往抽屉里一搁，这不就废了吗？你跟他说说啊，以后找个干燥点、背阴点的地方收着，要不然多可惜呀！是不是？长官，你要是真的喜欢的话，我让我们主编挑些好的送给你，他那邮票多的是。啊，那行，这儿啊没什么可查的了，撤了。好，走。是。长官，科长，我们要找的人出现了。是谁？韩东林，就是那个《时代报》社的主编。没听说过这个人，他和唐宗年有什么关系？您还记不记得，那天在公济医院？把唐宗年带走的那个假特派员，突然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，让我连夜把唐宗年的尸体运回南京。没想到出现这种情况。哦，是他。没错，那个假特派员就是他。你确定？很确定，因为当时是我搜的身。想必他也一定认出了你，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暴露了。没错，他确实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而且他还承认，自己被劫持后，有人逼他开车闯检查站。他已经报了案。说谎，这分明是说谎。徐家汇路那里的河道都有人巡查，唐宗年他们根本不可能从那儿走。小东门的报案记录上，他确实是报过警。那辆车呢，今天也被巡查的人发现了。看来他们是提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科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身份一定是暴露了，不知道渡边会有什么样的应对办法。他们多半不会相信唐宗年已经离开了法租界，
现在渡边已经抓到了机会查出法租界的事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有所行动。唐租年在法租界多留一天，就会多一份危险。哟，韩主编，问话结束了？结束了。可是还是不让我回去。哦，哎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你们报社我查过了，没事儿。啊，什么也没查到。我一会儿跟日本人说一声，让你早点回去。哼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客气了啊，客气了不是？我早就说过了，这事儿啊，肯定不是你们这帮人干的，啊？哪有那么臭的计划？是不是？什么车不好用，非得用统一的货车？要是我，非得搞一辆在租界畅行无阻的车不可。嘿嘿，嘿嘿，行了，那个我这就跟日本人说一声，你放心吧，我保证你能走得出去。好，谢谢了。没事儿。要不要给巡捕房压力，把韩东林交给我们来处理？放他走。就像你说的，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提供给租界的巡捕房。在这里不是想抓人就能抓人的，而且我们要的是唐宗年和情报。把他抓起来，线索不是又断了吗？田野君，时代报社我们已经搜查过了，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。哎，对了，田野君，那个小东门捕房的报案记录，您还需要吗？如果不需要的话，我得给人家送过去。麻烦你了。好说，好说。我知道你们急，毕竟啊是你们宪兵队出了事。以后要是需要什么配合的，尽管告诉我。哎，我先走了。报社那里他们一定也做好了准备。这个韩东林势必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唐宗年送出上海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。把他放了之后，我就派人去盯着他。现在反而都不用藏着了。他要是窝在法租界，唐宗年就送不出去。我们要是只盯着法租界，也很难下得了手。所以我想，那您的意思是，他要走，我们就让他走。给他开一个口子，让他出法租界，一出租界，就是我们的天下。老板，韩东林出来了。旁边的人是谁？巡捕房的副督察，姓许。查查这个人。是。怎么样，东林兄？我说包你没事儿，你肯定没事儿。给许督察添麻烦了。没事儿。东林兄，这个礼拜呀，你必须每天上午来巡捕房报到一次。好。这个渡边呀，已经给飞利浦加压了。你那个报社要停刊1个月，今天晚上就封馆了。有什么需要带走的东西，千万别落下。你那些邮票我看过了，好东西啊，别这么随手一扔，得好好收着，以后才值钱呢。啊，是。许督察提醒的对。还有啊，这封馆的事儿，也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。这么说，可以通融通融。是啊，找总督察飞利浦就行了。明天是礼拜天，他要去教堂。你在这儿守着，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，啊？
菲利普督察是法租界的头面人物，我早就想和他认识了。只要你和他套上近乎，在法租界谁能动得了你呀？你看看，这是他的车，这就是菲利普的车，在上海，谁敢拦他的车呀？是吧？徐督察这么帮我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。东林兄，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啊。以后啊，你让我上你们的报纸，报道我的一些英雄事迹。我不敢说名扬天下吧，至少让我在法租界风光风光吧。没问题，徐督察。那行，你先回吧。好。老板，渡边他们要求巡捕房查封《时代报社1个月，而且这1个星期韩东尼每天都要去报道。看来渡边已经知道韩东尼的底了。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扣人抄了报社？他要的是唐宗年，杀一个韩东尼对他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。要不要派人盯着韩东尼？不用。韩东林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跟着他也不会有什么发现。周深，马上去办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联络景堂。封楚良秘密联络叶景堂的告示都贴出去了，他自有他的如意算盘。在他看来，共产党已经完全暴露在渡边的眼皮底下，要送唐宗年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而他自己虽然被渡边牢牢盯住，但他至少还有叶景堂这张王牌。凭他对叶景堂的了解和他们形如父子的默契，他相信叶景堂一定会带着唐宗年回来复命。做噩梦了？噩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身边的恶人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你可以不跟我打交道。后悔谈不上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别人都能放弃对我的敌意，而你却不能。我想过了，我可以跟韩东林合作，把你护送出上海。你真的能把那本军统的叛徒名单给我吗？可以谈谈，不过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没带在身边，你只要告诉我藏在什么地方就行。如果你真的有投诚的意思，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，我保证安全的把你护送出上海。如果你能保证把我安全的护送出上海，我可以告诉你你要的东西在哪里。你不用这么看着我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你应该相信我不会骗你。如果你要是跟我耍心眼儿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无论你走到哪儿，我都会把你找出来。看来要想得到你的信任，实在是太难。
报告。韩东林跟丢了。废物！在哪里跟丢的？他从巡捕房去了报社，后来就不知去向。报社是他的老窝，一定是还有别的出口。巡捕房的人已经派了人把那里搜过了。报社里其他的人呢？人都走了，就剩下一个看门的。你马上通知下去，在金神父路这里，给他们放开一条通道，让他们出租界。他们从金神父路出来，无论去哪个码头，都会有很长的距离。我们要把他们往南市方向赶，同时包围码头。可是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哪个码头上船。派人去各个码头打听消息。凡是有陌生人要船，都需要留意，但也不能太声张，不能让韩东林他们发现了，那样他们会临时改变计划，我们也会功亏一篑。这一次要是再出错，我们谁都别想再待在这里了。明白。马上布置下去，越快越好。韩东林说不定很快就会有行动了。嘿，主编回来了。主编，来，我们开个会，研究一下护送唐先生的方案。好。那我先出去走走。不用。这次行动牵涉到每一个人，只有同舟共济，才能过这一关。如果我们这次再不能把宗年兄送出去，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。报社被查封了1个月，我们的身份现在已经暴露了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后开展工作的地方。小马，你负责平常的日常生活和警戒工作。好。亚楠，你负责任务的具体执行。好。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们要想办法尽快把唐先生护送出上海。那我们走哪个码头？现在上海的所有客运码头都在日本的严密控制下，我们要另想办法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能从陆路出上海。对，我们从陆路出上海，在刘河镇。什么生意都接，我们必须马上取得联系。他们在法租界里有一家小酒馆，是专门用作接头的。我准备一下就过去。主编，你刚从巡捕房回来，你一出去一定会被盯上的，让我去吧。你也不能去，你跟特高科的人打过交道，你现在的身份都已经暴露了。只要你们一出门，特高科的人就会盯上你们。这件事儿，能出去做的最合适的人就是我。好，进堂去吧。主编，马编辑，刚才韩主编不是已经说过了，我们只有同舟共济，才能共度难关。对。金堂，我一会儿把接头暗号告诉你。好。啊，这是给你准备的通行证件。如果发生什么意外，有了它，你可以安全地通过检查离开这里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了，我就一定会做到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什么问题，
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？明天。但是还要看船的状况。你有多大把握？这取决于我们的配合度。很抱歉，现在我还不能把全部的计划告诉大家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也有些话要跟你说。什么话？你说。我答应配合你，负责唐宗年的安全，把他护送到码头，直到他上船。完全是因为他在私下也跟我做了一笔交易。他答应我上船之后给我一份军统叛变人员的名单。真的有那份名单？对。既然你选择了信任我，所以我们在做事之前，我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跟你说明白。你放心，唐宗年已经答应了你，我没什么意见。另外，这也是一件好事，能够揪出军统内部的内奸，对我们上海情报界也是非常有利的。那好，我负责配合你，保护唐宗年的安全，直到他上船。等唐宗年一上船，你拿你该拿的，我拿我该拿的。其实我早就想过了，在抗日救国这一点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没什么区别。如果唐宗年能顺利上船，唐宗年的那份情报，我会和你共享。你真的能做到吗？真的。这份情报是日军的战略行动。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，是日军一次大的战役，无论是情报还是正面战场，我们都需要紧密配合，共享情报，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合作，这样才能粉碎日军的加号行动。那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去码头联系船的事儿。好。在靠近环龙路的路口有一家小酒馆，直接进门，敲5下门，2短3长，里面的人自然就会知道你是要来办事的。他们首先要搞清楚来的人是什么来历，是自己人还是帮外的人，所以他们要先摸底看人。以后再来啊！至于挂牌的规矩，你也一定都懂。先生，请里边请。先生，里边请。先生要点什么？给我泡一杯盖碗清茶。盖碗清茶1杯。给我1双筷子。香头多高？2丈2。香头多重？2两2钱。深杯几炉香？22盅。兄弟，你是来要船的吧？不错。去哪里？宁波。多少货？2个人。运人。怎么，不能运人吗？世道混乱，我问一句，运的什么人？望能如实相告。日本人要抓的人。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不勉强。中国人自然要帮中国人，可是有一条：提前不等，过时不候。我记下了。什么时间上船？明天上午10点。时间有点紧。我可以加钱。自家兄弟不谈这些，时间的确有点紧，就定在11点如何？那好，那在哪儿上船呢？
兄弟是第一次来借船吧？对。看到酒牌了吗？酒牌挂在哪里，就表示第几号码头。你要的船就是3号码头的稻花香。明天你到了码头，报上酒牌号，就可以直接上船了。好。请。夜归，老板在找我。万特咖啡馆。哎，你说这好好的一个报馆，怎么就疯了呢？是啊。哎，散了，别看了，都走吧，别看了。走。刚从时代报社过来，情况怎么样？报社刚才被正式的查封了，从里边出来的人没有景堂。景堂和唐东年确实被移走了。老板，我们还要在这儿继续等景堂吗？我怕景堂没有机会出来。等等吧，我再想想办法，先不用着急。嗯。老板，景堂来了，身后还有特高科的人。没关系，那是冲着我来的。我先离开，你跟景堂接头。嗯。您走好。唐宗年人呢？在共产党的据点，很安全。情报找到了吗？我决定和韩东林他们合作，跟他们一起行动，帮他们把唐宗年护送出上海。韩东林也答应我，跟我们共享这份情报。另外，我跟唐宗年还做了一笔交易。你和唐宗年做交易？什么交易？我答应他，把他安全护送出上海，然后他会给我另外一份情报，军统的内奸名单。军统内奸名单？你们什么时候行动？地点在哪儿？明天上午11点，刘家港3号码头。你们现在怎么样？渡边已经开始找我们的麻烦了，他一直认为是宇飞和老板策划了让唐宗年炸死，所以他一直在向老板要你和唐宗年。他还去找过宇飞。渡边找过宇飞？对。那宇飞现在怎么样？他一直在家里，情况不是很好。景堂，我觉得现在你应该去见见宇飞，他很担心你。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也只有你可以安慰安慰他了。可是照你刚才说的，他现在出来不太安全。安全方面你可以放心，我来安排。你来安排？对，5点就住他，我让宇飞去那儿等你。行。码头那里有没有新的消息？几个大的码头都已经查过了，
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。要注意那些不起眼的小码头，或者是面粉厂、水泥厂，还有纱厂的码头。我相信他们从大码头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因为要赶时间，所以只能用最简便的方法带他离开，甚至可能是运沙船和渔船。只要有货船的工厂，我们对码头都进行了登记和摸底。如果有一艘不在登记册上出现在了吴淞口，马上就会被我们发现。对了，冯楚良那里有什么动静？那个冯楚良，我们的人好几次看到，他在咖啡馆里喝咖啡。在咖啡馆喝咖啡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能那么淡定？我怀疑他们已经知道了韩东林的行动计划。我们这是去哪儿，德胜哥？去救主堂建锦堂。可是爸爸要是知道了，他不会知道的。他在办公室，我一会儿去见他。等我从办公室出来，我就去救主堂接你。谢谢德胜哥。走吧。雨飞，锦堂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变了，越变越好看了。那天在医院里，我也没好好看看你。对了，那天我没吓着你吧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会在那儿。锦堂哥，你为什么要杀人呢？你为什么还不回家？你到底在做什么事啊？我那天杀的是日本人。日本人？对，我杀的是坏人。你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。我、德胜，还有你父亲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。你是说，我爸爸还有德胜哥，他们都知道你在做什么？知道。可他们为什么要瞒着我啊？我想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。你知道的越少，对你来说就越安全。雨飞，我得走了，我还有事儿。我今天就是想来看看你，相信我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
进来。老板，怎么样？跟锦堂谈的怎么样？锦堂已经答应和韩东林合作了，一起把唐宗年送出上海。在哪上船？浏河镇刘家港3号码头。什么时间？明天中午11点的船。老板，景堂还说，如果他们顺利的把唐宗年送出上海的话，韩东林会和我们共享这份情报。哈哈哈，我以前常听说啊，韩东林这个人啊挺道义的，没想到果然如此，能够这样那最好啊。老板，景堂还跟我说，他和唐宗年还做了一笔交易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唐宗年还会给我们一份情报。哎，这倒好事啊。这关于什么情报？一份军统高层内奸的名单。说了，警察已经告诉我们上船的地点，那就说明他们有出租界的方法，你不用担心。嗯，明白。来研究一下。这就是刘家港3号码头。我会带人在这里等着景堂，主要是防备渡边的追击，给景堂必要的支援。等景堂把唐宗年送上船之后，拿到情报，我就跟景堂一块撤离。老板，那我做什么呀？你跟老徐一组，我会给你们一条船。唐宗年上船之后，他的船一定会往长江口走，那你们就在黄玉沙附近截击他们，把他弄上船。我们还是要抓唐宗年。唐宗年手上一定还有其他重要情报，所以这个人我们一定不能放。可如果这样的话，韩东林一定不会答应。我们半路把人给劫了，会不？怎么？你什么时候开始也听共产党说话了？你记住啊，情报场上没有永远的合作，只有永远的争夺。他们不答应也得答应。明白。明天你们提早到江边，我会派人注意他们的动向，也许会随时改变计划。另外呢，我怕渡边也摸到那儿，那他一定会调动吴松口的炮舰，所以那天你速度一定要快。您放心，我一发现他们的船，我就行动。好。好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和老许还有点事儿。好。老板，您说那份名单肯定有我们俩的名字。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事儿来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简单，不是拿到那份名单，就是杀了唐宗年灭口。总之，这份名单千万不能让人发现。这唐宗年要是把名单直接给了锦堂镇，锦堂的事，明天在码头我会见机行事的。你给我好好看好德胜，千万不能让他觉出什么来。是，我明白了。刚才您是有意把德胜支开的。干好你自己的事儿，其他事你不要管。是，我这就去。
我爸爸还有德胜哥，他们都知道你在做什么。知道。可他们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想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，你知道的越少，对你来说就越安全。哎，宇飞啊，怎么了？我有事要跟您说，您上来一下。好。什么事啊，宇飞？爸，您到底让景堂哥还有德胜哥做什么了？您究竟还有什么瞒着我的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见过景堂哥了。都是带你去见的。我怎么见到景堂哥的，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了您一直在骗我。您骗我说您是普通的古董商人，骗我离开医院是为了我的安全。您还骗我，您根本就没有让景堂哥杀人。爸，您答应过我要带着景堂哥还有德胜哥去国外找我，我们一起生活。您是不是也在骗我？您究竟骗我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为什么要说爸在骗你呢？爸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知道你那么说，爸心里有多难过吗？那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是，爸是隐瞒了一些事情，可是爸那么做是完全出于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呵护。为什么你就不明白呢？爸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员，我有权知道真相。你一味的瞒着我，并不能让我感到安全，它只会让我变得更恐慌，让我更加不知所措。您知不知道景堂哥拿着枪对着我的病人的时候，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啊？长大了，真的是长大了。我知道，总有一天你会这样质疑我，我也该告诉你了。爸是军统在上海站的负责人。景堂和德胜，他们都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一切的手段，在这条秘密战线上破坏日军的军事行动。军统特别行动组？对，刺杀唐东莲，这是我下的命令。您不是说，你已经脱下军装，再也不过那种拼命流血的日子吗？难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？一菲，你一个女孩子都知道，学成之后要回国来报效国家。爸是个男人，是个军人的，怎么能够在国家危难之际就袖手旁观呢？你愿意爸那么做吗？爸，如果您一开始就跟我说明这一切，我会支持您的。好，你现在心里头还在怪我吗？爸今天所做这一切啊，说小了是为了你母亲复仇，说大是为了千千万万和我们一样的家庭，为了他们的父母妻儿不再受到伤害，
不再流离失所。我们的工作不是你能想象，不是你能理解的。这个战场是无形的，比前线那些炮火还要残酷啊！我们每天都会和死亡擦肩而过，稍有不慎，我们命就没了。我们所遇到的敌人，那是更为凶狠、更阴险。我们拼比的不光是勇敢、胆量，而要拼比的是意志、忍耐，更是智慧。爸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受怕，但你只要记住一点：爸是在为国家、为民族效力，这就够了。爸，我为你们自豪。谢谢。真的，你还有德胜哥、锦堂哥，都有那么崇高的理想和那么伟大的事业，我真的为你们自豪。还有啊，以后你还是尽量少去见景堂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一来呢，怕你遇到危险；二来，我发现景堂最近跟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一块儿，我不知道景堂是不是还是跟以前一样啊？爸，你难道连锦堂哥都不相信吗？景堂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很了解他。但不能说因为我了解他，就放松警惕啊。我们现在的工作啊，时时刻刻都要和敌人做殊死的战斗，时时刻刻都要防备。不是说景堂啊会对我不利，主要是因为他旁边那些人物，我怕他被人利用，路走偏了，这是爸所担心的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这事爸会来处理的啊。你放心，爸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希望景堂能够早点回家来。叶景堂怎么还不回来？别着急，再等等吧，也许有尾巴。他不是说这里就他合适吗？不会有人认出他吗？我倒觉得，咱们就不该给他身份证件。你们想啊，那是可以出租界的。我们这么信任他，毕竟他是军统的人，他得向着他的主子。万一他回到冯楚良那里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啊？我们这趟任务不就白忙活了吗？先别这么说，凭叶锦堂的能力，他想出租界，没这本身份证件照样可以出去。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合作，就要相信他，不能瞎猜疑。况且主编已经答应了叶景堂，告诉他唐宗年提供的情报内容。我想他不会再让冯楚良介入这件事情。对，至少在很多利益点上，我认为冯楚良和我们还是一致的。反正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人，咱们这么信任他，可能就是个错误。地址我带回来了，谢谢。同志们，登船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和联络方式，只有我和叶锦堂知道。明天行动开始后，由我负责统一指挥调度。如果我出现了问题，大家要服从叶锦堂的指挥和调度。亚楠，出去摸情况的同志回来了吗？哦，现在是租界关卡轮班的时间，我们的同志收集完材料，一定会很快的回来。来，你们看看，这是租界的道口和出口，
这个是上海市的关卡和检查站，在明天行动开始之前，大家一定要背熟。前线的部署应该已经到位了。明天起，有一批军需物资要运到前线。从现在开始，加号计划就没办法停下来了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？我明白。请放心，我已经查到了护送唐宗年的人，他现在一定还在租界里。你查出来是谁在掩护唐宗年吗？是一家报社，但具体的背景还不是很清楚。是冯楚良的人吗？不太可能，因为冯楚良也在行动。如果是他的人，他不会显得那么紧张。可我觉得也不太像是共产党。法租界虽然有共产党在活动，但几年前，共产党就从上海把特科给撤出去了。只有一些小的情报站，他们完不成那么大的行动。你不要小看共产党，留在上海的都是精英，不会比你差。我已经全面包围了租界，只留下一个出口。只要他们一出租界，我们就收口抓人。码头那里怎么样？各大码头那里，我都已经派人看守了。我会调动吴淞口的炮舰去接应你们，一旦发现他们上了船，及时向我报告。剩下的，我来解决。嗨。科长，马上抽调一部分的人，守住出入上海的几个道口。明白。因为不能确定他们行动的具体时间，所以从明天开始都必须时刻注意。行动人员分成2组，你负责金神父路那里，只要他们出了租界，就要盯紧他们。把守道口的各个小组可以利用警备队的电话，随时进行联系。明白，我马上就去。主编，我们的人回来了。好，主编，回来了，情况怎么样？现在的情况是，渡边在所有的道口都做了准备，唯独只在金神父路那里开了一个口子。很明显，渡边是在金神父路设下了埋伏，一旦我们从那里出去，肯定会掉进他的埋伏圈里。说说你的计划吧。明天早上7点，我会按照巡捕房的要求，到他那里去报到。在7点半的时候，你和亚楠带唐宗年去朱胜堂附近，在那里等我。为什么要在那儿等？这是计划的一部分，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办，到时候我会去找你们。啊，小马，你在高明路准备一辆车，我们一出租界就在那里换车，然后朝嘉定方向走。好，知道了。主编，在这段路线上，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接应和保护？护送唐宗年的行动，人不能太多。金堂，你们要格外小心。明白了。啊，小马，马上开印这份通告，把一些重要的信息和每个联络点的任务隐藏在通告里，在行动之前发送到各个行动人员手上和联络人员手上。我明白。散会吧。明天的行动，全靠你了。我说过了，我答应你的，一定会做的。我答应你的，也一定会做到。那就好。这次行动除了情报之外，还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。什么？
相互的信任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计划怎么把唐总监护送出租界？用巡捕总督察菲利普的车。有了他的车，在租界里可以畅通无阻。你准备偷车？对。为什么不让我去？如果没有10成的把握，我可以去。做这件事儿，我更合适，因为我可以利用到巡捕房报到的机会偷车，而你一旦接近巡捕房，一定会被发现。现在，只有你一个人还没有暴露真实身份，执行这样的任务对你不利。毕竟将来你还要回到军统，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完成。谢谢你为我考虑那么多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既然我参与了这次行动，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完成它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我当然明白你的意思，所以我把最重要的责任交给了你，金塔。保证唐总监的安全，是这次任务的重中之重。明天你和亚楠带着唐总监到朱圣堂附近等我。如果到了时间我还没有出现，你们就不要管我，继续执行护送任务。一定要想办法把唐总监带出租界。行。莫西莫西，是我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有件事儿我不太明白。什么？作为一个女人，你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个？女人就不能杀敌了？我认为男女是平等的。你第一次杀人的时候犹豫过吗？没有，我杀的是汉奸，是叛徒。如果犹豫，死的就是我。你呢？我第一次杀的是日本人。当时我12岁，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小队长。他们包围了我们的村子，杀了我父母，还有我弟弟。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是冯楚良救了我。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后来包围了这个小队，他给了我一把枪。他跟我说从今天开始起，你自己的事情都要自己去完成。于是我就开枪打死了那个人，一点都没有犹豫。原来你也是个孤儿。怎么？你也是孤儿吗？我15岁起就是个孤儿了。如果不是韩主编救了我，也许我早就死在东北了。那个时候，主编想把我转移到后方，但是没想到我们队伍里出现了一个叛徒，而那个叛徒就是韩主编最信任的战友。主编和整个通讯组的人都被追击，因为我那时年纪小，没有人会注意我，还是我第一个发现了那个叛徒。主编没有防备，没想到是他最信任的人要杀了他，所以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捡起主编的枪，杀了那个人。所以后来他就有意培养你？不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大道理，但是我知道了什么是正义，什么是背叛。对于那份正义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，维护它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先休息吧。放心，我明天一定会把他带出去。不，是我们。